不久后，一行人打道回府，没有直接回市区，而是去了战家的老宅悠悠山庄。回到山庄脚下，曾小雅就被山脚下那成片成片的花海美到。她停了车，在她后面的战月跟着停车。曾小雅按下车窗，探头出去对战月说道：“战月，这里好美，我能不能去看看？好多好多的花。”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二婶早就掏出手机，对着那一大片的花海猛拍照。战月说道：“这成片成片的花海也是我家的，咱们先上山，停好车，进屋喝杯水，再下山来赏花。还有那些果山种的都是时令水果，一年四季都有果子成熟的。我上次送给你们家的水果，就是从果山上接下来的。等会儿再带你们去果山上转悠，你们喜欢吃什么果，都摘一些回去，绝对新鲜，比外面卖的要好吃一点。因为他们家也要吃，所以果山的果很少打药的，也不会打催熟剂，比买的是好很多。那些花海也是你们家的呀？你们家里还种花吗？”“是交给工人们打理的，种了卖给各大花店。管城很多花店的花都是从这里进货的。”曾小雅笑道：“没想到你们连花的生意都做了。那些果山出产的水果，你们也吃不完，应该也会供货给各大水果店吧？”“比较少供应水果店，一般都是供应给我们家的酒店以及六哥的餐厅。战氏集团旗下关联了很多酒店的，都有人专门负责各大酒店的运营，就是战家的三少爷战浩宇。酒店对水果的需求量也很大，他们战家自己的果山能够自给自供就很不错了。的确是没有太多的水果再卖给别人。”来这一趟刷新了曾小雅对首富战家的认知，她以为战家做的都是大生意，没想到还会种果养花，而且都不愁销路。是了，童姐名下最大的公司就是蔬菜瓜果公司逆。童姐和她的好闺蜜合股承包了很多荒田荒地种菜，由她公司种出来的各种蔬菜瓜果销往各地。本市很多学校及餐厅也由童姐的公司供应蔬菜。听说童姐对蔬菜瓜果管理特别严格，说吃的东西一定要严格管理，执行食品标准。特别是供应给学校的海童要求少打药，尽量用农家肥，有专门的菜场是供应给学校的，相当的绿色环保。海童说的宁愿少赚点，也不赚黑心钱，他们又不差钱。虽然他们公司的蔬菜瓜果价格不算高，不过由于信誉好，质量好，客户都放心，销量又大，还是有赚头的，就是没有他投资的其他生意那么高的利润。他说不亏本就行。上次你送过去给我们吃的橙子、橘子，我就觉得比外面水果店买的好吃。你说是你家果园出产的，我还以为你骗我们的呢，原来是真的。二婶笑道：“二婶就不跟你客气了，等会儿去摘几个橙子回去吃。二婶不跟我客气的话，就多摘点，摘几个就是跟我客气了。”二婶笑容灿烂：“行，等会儿我就不跟你客气。小雅，咱们先跟着上山吧。海童等人的车辆都看不见了，应该上了山。”曾小雅是看到那大片的花海，觉得很漂亮，想停下来拍个照赏赏花的。知道是战家的后，她也不着急了，重新发动引致，沿着盘山公路继续上山去。一路而上，二婶都在拍照。她对曾小雅说道：“早就听说首富战家的老宅很漂亮，远胜于很多景区，多少人来过一次都想来无数次。但那是人家的私宅，很多人来了，大概也就是拍一下那片花海吧。悠悠山庄就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了，只有与战家来往密切的那几大豪门才能自由出入悠悠山庄。这一路上山的风景就很漂亮了，真的是山清水秀呀。虽说建造了一座山庄，但自然环境也被保护得很好，看得出来战家很用心地维护他们的生活环境。曾小雅的堂弟说道：“这里的空气也很好，刚才姐停车时，我听到有流水声，应该还有溪流。”
这里是郊外，安静，绿化好，空气是比市区要好很多。曾小雅去过战岳位于市区的大别墅，虽说那栋大别墅也种了很多花草树木，空气也算得清新，但跟郊外一比较，还是差了点儿。她更喜欢郊外的环境，要是下一场雨，这空气更加清新。不过生活在这里就没有在市区那么方便。战岳说过，他兄弟几个都在市区买有房子，平时大家都是住在市区里，为了上班方便，孩子们接受教育也方便。只要逢年过节或者放假了，才会回老宅住一段时间，陪陪老人家。平时就是长辈们住在老宅里，他们退休了，不再管生意上的事，住在老宅里安度晚年。曾小雅还没有进入悠悠山庄，她都想着以后老了，若是能在这种环境下养老，此生足矣了。我觉得这里比我们上午去玩的地方还要好。小堂弟说道，岳哥应该直接带我们来这里赏秋的。曾小雅笑道，我们是第一次来，就觉得很美很美，但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他们的家，他们习以为常了，自然想带孩子去其他地方走一走。小孩子喜欢的是热闹。堂弟想想，觉得姐姐说的也对。几分钟后，曾小雅的车子停在了悠悠山庄的门口。山庄门口的值班保安赶紧帮他打开了山庄的大门，让他开车进去。曾小雅扭头看了一下战岳的车子，战岳已经尾随而来，他便没有再犹豫。在山庄大门打开后，他开着车进去，一进去就看到了海童等人。海童朝他招手，曾小雅开车过去，那里停着10几辆车，地面上都划着车位界限，是山庄的露天停车场。海童抱着女儿走开，让曾小雅停车。贝贝在车上就睡着了，战印担心爱妻会累着，走过来轻声说道，老婆，贝贝交给我，我先抱她回去休息。宝宝呢？在车上，宝宝也睡了的，早就醒了，带着苏猛还有乐乐跑了，应该是去游乐园那里疯了，让他们玩吧。在自己家里也不用看着，只要回到家里，战印是不担心孩子的。老宅那么多的工人，孩子们跑去哪里都会有人看着，而且整个山庄安装了很多的监控，也有中央喇叭，只要在喇叭里喊儿子，儿子就会回来，不用再寸步不离地跟着。海童笑道，这才到家，刚下车呢。他们几个就跑了，我以为他们玩累了，会睡很长时间呢。孩子的精力就是旺盛，在车上就睡了10几20分钟，醒来又是精神抖擞的。彤彤、唐君夜和三太太走过来，妯娌俩没有跟着自驾游，而是回了老宅。知道一行人要回老宅，妯娌俩便过来看看。妈，三婶。海童叫了婆婆一声，贝贝睡着了。唐君夜看到被儿子抱着的孙女，走过来看了一下，便想抱过去。战印说道，妈，我刚抱过来，你又抱过去，老是换人抱，贝贝睡得不安稳的。妈，我先抱贝贝回屋里去，像是害怕母亲和他抢女儿似的。战印赶紧抱着女儿先走一步。曾小雅等人下车后，唐君夜等人热情地招呼他们前往中心主屋。管家已经安排了几辆观光车等着搭载他们前往中心主屋，因为山庄门口的露天停车场离中心主屋还有一点距离，中心主屋门口停不了那么多车，众人才会干脆在露天停车场停车，由管家安排观光车一样的车子代步，也方便来访的客人沿途欣赏山庄的风景。又过了好几分钟，曾小雅等人才到了中心主屋。二婶和小堂弟早就被战家的低调奢华惊到，但又装着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丝毫不敢露怯，这可关系到小雅的面子呢。曾小雅就没有什么感觉，她只是来做客的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，又不会经常来，只要她不做出丢脸的事就行。所以曾小雅比二婶和堂弟要平静很多，既不惊叹战家的奢华，也没有其他想法。战家是管城的首富，他们家会很奢华，
想都想得到的。坐下后，管家给大家奉上香茗及点心。老太太笑得很慈祥，招呼着曾小雅等人喝茶吃点心。略坐片刻后，老太太就吩咐战月：“老爸，你带小雅他们到处走走，熟悉一下环境。”小雅似乎很喜欢山脚下的那片花海，带她去赏赏花。曾太太叫老八也带你们去果山上摘点新鲜的水果，晚上用过了晚饭，你们再回去，带些新鲜的水果回去给小雅的二叔尝尝鲜。二婶笑道：“老夫人放心，我们不会跟您老人家客气的，就是不要客气。小雅帮了我们家老八那么多，我也很喜欢小雅这个孩子，当孙女疼着的，是做一家人，一家人不用客气。”老太太就差说她把小雅当成孙媳妇了。考虑到老八还没有表白，老太太才改口说是当孙女看待，话里话外说是一家人，也是告诉曾二婶，他们战家对小雅很满意，完全没有意见。只要小雅喜欢战月的话，两家随时都能结成亲家，不用担心两家的差距问题。战家不曾嫌弃过曾家，况且他们曾家也不差。战月起身对曾小雅说道：“小雅，走，我带你和二婶还有弟弟到处走走。宝宝兄弟几个都不知道跑哪里玩去了，可能是在游乐园那边，咱们去那里找找看。”我就说那几个孩子怎么都不见了踪影的。二婶笑道：“原来战家还有儿童游乐场。战月，你带小雅出去走走就行，二婶年纪大了，脚力不足，今天走得太累了，就不出去了，在这里陪老夫人聊聊天。”小堂弟想跟着去的，被二婶悄悄地扯了一下。他反应过来，便也说道：“战大哥，我也不想出去，你和我姐出去吧。”最后出去的便是战月和曾小雅两人，大家是给他们制造独处的机会。等两个人出去了，老太太也就不藏着掖着了，对曾二婶说道：“曾太太，你看我们家老八怎么样？”老夫人，你叫我阿英就行。曾二婶说道：“战月很好呀，是个很优秀的孩子。”老夫人既然说开了，我也直白地说，第一次见到战月时，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很好。他看我们家小雅的眼神藏不住的温柔，我就知道他是喜欢我们家小雅的。他虽然还没有向小雅表白，我也知道他担心什么。小雅以前受过情伤，对待感情很谨慎。再者，我们两家的现实差距有点大，战月可能是担心小雅一下子接受不了，他不着急表白，徐徐图之。我和他二叔都看在眼里的。我曾家是不如你们战家，不过我曾家也不差，我们小雅完全配得上战月的。三太太赶紧说道：“我们还担心你们嫌弃我们老八呢，我们也很喜欢小雅，一见小雅这孩子我就喜欢了。”唐君业等人都附和。老太太笑着：“阿英，这就是我们家的态度，我们对小雅是完全没有意见的，喜欢得很。只要老八和小雅培养出感情了，随时都可以帮他们办婚礼。就是小雅的爸妈还有爷爷奶奶，我们还没有见过，不知道小雅的父母什么时候会回管城。我觉得我们两家长辈可以见一见了。”曾二婶说道：“我们家老爷子80岁生日，虽说不准备大办，不过老爷子会回来一趟的，到时候大家能回来的都会回来。小雅也跟我们说了，她爷爷生日当天请你们过去吃饭，等我大哥大嫂回来了，我让小雅请你们过去吃饭，大家见见面，两个孩子的事，倒是不用太着急，先让他们培养感情吧。战月都还没有向小雅表白呢，表白后小雅若是接受了，两个人就开始约会，先恋爱一段时间再说。不接受的话，战月还要追妻，所以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曾二婶觉得战家四是挺着急的，恨不得小雅立即嫁入战家当八少奶奶。战月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二婶脑海里突然闪过了这个想法。